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又回来了，我们是大大叔叔中中文，文。为什么我快那么多？没有，我觉得这次还比较齐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期会有一个主题。那李灿老师、灿大叔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天我们的主题聊什么？我们今天的主题聊点平常不让说的东西，就是不李晨让说的老师的 东西。那么神秘，李尺李晨老师啊，度又很大，是吗？其实在上一期的时候聊过，他其实呀嗯当过兵，这个其实我哦，和笨大叔都特别好奇，就想想我们一般人很嗯，难接触到这个经验，所以今天我对。们两个就决定啊深挖一下李晨老师这个神秘的往事。没错，特别是我觉得，跟我们生活比较远，可能我们也就是想不到这辈子会去当兵怎么样，所以就对，对当兵的生活很好奇。那理查所以老师，今天的你 主题是我的当兵史，是不是？我的当兵史对 今天的主角就是你。对，所以我们两个要一人问你一个问题，这样子。然后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因为我但是我们真的很先问你好奇。们一个问题好了，对，贝大叔跟灿大叔嗯对我的当兵的这个经历非常好奇。那我先嗯。问你们，在大陆当兵的状况是怎么样？在大陆是会强制当兵，还是不同的方式？好像没有义务服兵制啊，没有，没有义务的。没有，没有。但是是我们这样，有那对。个军训，军对，军训课对不对？请问你们军训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在学校的军训课？军训一般就是我们入学的时候，比如说去，特别是初中、高中和大学，就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学校，这个学校想要培养学生有一些纪律，所以会有一个3天、5天或者是一个星期的军训，就他们会哦，请来这个部队的这个士兵教官，来做我们的教官。教官。对对嗯，OK 我 OK。们所以但所以教官来嗯会教你们可能是长达3天至5天的一个军训课程，所以对对对，他们教官会教你们持枪吗？怎么？有我们当啊，时你们有吗？是高中的时候，高中军训的嗯时候有过嗯玩过枪，就是打嗯，靶，有过，打靶，对对，是真的对不对？枪吗？真的枪，最后一天给你去打靶，到山上去打靶啊，那你这样的哪里啊？课程，这是啊。对对，哪个城市啊？我们是一个特别小的县城，但想不到比嗯，大城市还要好，但这个不是普遍的吧？因为因为不是普我第一遍的。次听说，对呀，我第一次听我说军上大学的训还有时候就没有过这种经历，打靶。就是高中的时候嗯有过。所以，嗯所以在大陆，初中、高中、大学都嗯，有军训课程。对，那军训课程听起来，灿大叔那种持枪的打靶训练是嗯很少见少的。少见。那对，卞大叔，我问你，正常嗯，的大陆的军训课程是怎么样子？就是比较普遍、比较正常的，就是教我们就是站这个军姿啊，比如说怎哦，么稍息立正，或者教这个走正步啊，就是嗯，怎么样的迈步啊。因为其实我们早上晚上都回家的，就白天等于上课的时间我们做军训，哦，然后有嗯，时候大家累了就一起坐下来，可能唱军歌啊，或者是跟别的班的同学，我们做一个小的比赛啊，玩游戏啊什么的，就就关于，OK，军训，挺其随意的。实我的记忆和你有点不一样。嗯就是我高嗯，中的时候，因为高一我就住对校了嘛，我就没有回去。啊，然后对，当时我记得就是那教官都很粗俗，所以我是吗？们可能学了一些比较多骂人的话。啊，然后他当时说我们这个排列排的就嗯特别弯弯曲曲的，他会骂，对不对？骂人的嘛，就骂我哎，这们。什么队伍啊？对，死老百姓对对对，会这是比较样骂。严厉的。当然，那个还有教官很严对，厉。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，就是当时我们班一个女生好像和当时的教官有点火花。搞对象，对吗？谈恋哎，爱。等等等等，你们的军训课程是女生也可以参加，对，男女一起的呀，男女一起的？我们不是一个班呢，都是一个班。都是一个班，看一个个班或者一个年级一起。哎，我很好奇，嗯在台湾，我那个年代男女分校的、男女分班的学校比较多，像我几乎都是读纯男校的。嗯，那在大陆也是这样吗？大陆好像男女分校比较少啊，几乎都是男女没有，合班，都是男女合都是班，在一起。我都好像在一起。嗯，我生活中没有经历过在我那个男年代，校女校。男女分班比较多，就是有的是纯男校，有的嗯是纯女校。
对学校里有男女的也会分班。嗯，对，哦我那个年代是这样子，这所以些我们只军训课在电视上看过。军训课我们一般在台湾的话，嗯从高中开始嗯到大学，而且我们是固定课程，并不是一个3到5天的一个训练期，不是，嗯是个固定的每个礼拜2堂课的课程。像我们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有持枪打靶训练，然嗯，后会教你怎么去清枪，哇，嗯然后你就要把枪给嗯肢解开来，还要把它组装回去。那怎嗯么清洁，然后怎么使用，然后当然组装完之后，我们会有一个打靶训练，简单的在学校是简单的打靶训练，也不会有真枪实弹，就是嗯你知道这样设计的方法嗯，这样子。对，我们在这个高中的时嗯候，有一段时期，你嗯要在一个暑假的期间，1个月的时间，你要嗯，离开学校，男生对，要离开学校，要去台中这个城市有一个叫成功岭的地方，成功岭，在成功岭呢，要在那边实际的当兵1个月。这个是强制的，是每一个成年的。以我那个时候是强制的，所有的男生在高中的1年的暑假，这1个月的时间，你要去台中的成功岭当兵，在那边当1个月的兵，学习所有当兵的技能。那这1个月当中，你结束了整个课程，你会拿到一个成功岭的训练证书。其实，在成功岭这个经验和后来当兵这个体验是不是特别像？对，其实大概已经有60%像。已经有60%像，所以这个成功岭的训练非常重要，因为它让你比较早的能够适应。基本上呢，我在成功岭的感受就已经蛮有当兵的感觉了。哇！因为每天早上起来，我们要跑3000公尺。那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哦。天啊，我们这边军训3、5天，大家就已经受不了了。有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没有那么严格，而且训练也都蛮简单的。但是大家可能会说啊，什么时候下雨啊？下雨之后就半天就过去了。其实我爸一直想过说让我应该去当几年兵，他觉得当兵人磨练人的意志，我觉得这可能确实有用。其实，在台湾那个年代哦，有很多家庭不是很富裕的哦，那他们就会要自己的小孩去做，我们这边叫做那个志愿役，就是你自愿去当兵。那自愿役训练出来的就是当军官，你就是当像排长、连长文书官，或者是慢慢晋升这样子。但是乔老师，你是先去成功岭还是先去当兵？先去成功岭，因为成功岭是高中，高中的时候有1年暑假要去。对啊，然后再去当兵，等于说是毕业了以后是吗？大学毕业以后，隔很久了。其实我问一下你啊，就是你听没听过小虎队？小虎队吗？金苹果乐园。对，当然啊，当然啊。就是小虎队，其实我当时对台湾这个就是服兵役的最早听说就是小虎队，我那会儿特别迷他们。我迷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解散了，他们已经开始服兵役去了，然后我才知道哦，原来台湾是要服兵役的。还有一个类似情况，就是韩国的这些，对，那个 Rain 啊，那些偶像，还有泰国吧，泰国好像常看到新闻，都是强制的。那李曹老师，我问一下，你就是台湾大概什么时候就终止这种服兵役，就是义务服兵役制啊？这个我们在台湾叫征兵制，还有募兵制。募兵制的话，就是自愿来当兵的人嘛。那征兵制是国家强制征收人民当兵。在我那个年代，台湾是征兵制，是强制性的，每个男人都要当兵。那可能当2年、3年不一定。那慢慢的呢，兵役已经缩短了。以现在来说，台湾现在实行的是征募并行制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男生还是要当兵，但是不需要当到2年、3年了，他只需要当4个月。现在还有4个月，每个男生还有4个月。对，基础的军事训练。那其实这4个月，有的我们还有一个叫替代役，就是你的体能可能不行，或者是有一些公家机关、政府机关需要志工，需要有人协助的，他会从这边调派人力，这个叫替代役，就用这个服务的方法来替代兵役。
那现在的年轻人是当4个月就好了。说实话，4个月你根本学不到什么了。什么时候？是高中毕业、大学毕业去当4个月兵吗？基本上是大学毕业，基本上是学业都完成之后，大学毕业。因为笨老师，我其实突然想，就大陆它其实这个军队里头，可能很多当军官的这些人，基本是考军校考进去的。对，对，很多一般也有，就也服兵役也有，有些人他们不上学，高中我记得不上学，有些就当兵去了。这个可能类似于这种募兵制，没有强制征求你一定要去，但是他们会宣传，叫民间去看哪些人愿意去，这样也有这种。有的是家境比较不好的，他会选择对选择可能比较调皮的什么什么的，或者是不想读书的人，他们可能会对，可能在我的生活中，因为没有这个强制服兵役的这个说法，所以就感觉离我生活很远。你们生活中的朋友会有军人这样的角色吗？我老婆的一个朋友，她老公就是一个军人，他之前在北京当兵，现在好像退役了，回老家了。理查老师，因为你刚才也说了，在台湾当兵真的是比较艰苦的正式的训练。那你当时你去当兵的时候，你第一天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？我的当兵，我下部队的地方在新竹，新竹在台湾比较北部的地方。新竹有个外号叫风城，新竹的风很大，这就意味着新竹的冬天非常冷。那我到了新竹之后呢，第一天所有的阿兵哥都在那边，就是在点名了啊，谁到了，谁怎么了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我们那个辅导官就发了个人资料，那我们要写个人资料，对不对？那我肯定要把字写好看嘛，这是我在新训中心学到的，一定要当文书兵，那我就可以轻松了。我写完交出去之后，隔了很久，怎么都没有人来找我，我好想当文书兵啊！拜托，我要当文书兵。后来有一个看起来像就是上兵的人，他到我后面那个人，问他，我就心里想，完蛋了，后面那个人的字写的比我好看，我没有办法入选了，我还是乖乖的当很操劳的兵吧。结果我后面那个学长问那个新兵说：“你的名字是不是叫理查老师啊？”是我赶快跟他就是我，不是他，是我，不是我。我赶快举手，就是我。他就说：“你是理查老师。”我说：“对。”我觉得你字写的还蛮好看的。那我们现在要找文书兵，你愿不愿意？肯定愿意的。理查老师很幸运，下了部队之后，马上被拔擢为文书兵，意味着我日后的生活是一帆风顺、平步青云。那在台湾文书兵比较轻松，因为一般的阿兵科去操练的时候，他可以帮连长或排长做一些文书工作，很好。坐在办公室，因为别人都在外面风吹日晒，很辛苦的操练，但是这边的话但是基本上一些基本要做的，像站哨啦，像这个我们还是会出操啦，还是吃饭你还是要回去连队吃。所以理查老师就是你说到站哨或者就叫站岗，一般情况就是夜晚的时候站哨吗？就是通宵啊或者什么？站岗站哨一般是24小时都要站，一个旅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要去站哨，所以24小时都有不同的区域要站。站哨基本上我觉得不难了，站哨最可怕的是去站到不该站的地方。为什么会有一些灵异？有一些灵异事件吗？诡异的这种不该站的地方，就是有一些地方是很容易分辨哪些地方不该站。就是当有一些老兵冲过来跟你说：“理查老师，这个哨我不站，你去站。”那你很菜嘛，你一定要听嘛，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怪怪的地方了。那理查老师，你是一个迷信的人吗？就是你会相信？我绝对不是个迷信的人，我是个我完全不信邪的，我是不。那你现在回想起来，就是说你是其实相信这些地方，眼见为实，是觉得真的有点问题的。我现在还是属于不信鬼神的人，但是呢，我的确相信会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是存在于我们身边的，但是我不认为那是鬼或神，我认为那就是一种很特别的力量而已。像我可以举个例子我那个时候才刚下部队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很多弟兄嘛就开始要站哨了，突然有两个学长冲过来说：“
那个阿菜，他叫我阿菜，不是阿灿，是阿菜，因为菜鸟嘛，菜鸟。阿菜，今天晚上凌晨2点到4点的这个哨在弹药库，在弹药库，你跟那个谁谁谁，你们2个去站，你现在的哨我帮你站。哦，就是这应该是他们2个站的哨，但是他需要你们去代替他们。对对对，我们当然说好嘛，因为他们是学长。可是他没有给你理由说为什么？你不能问的，他们说这样就是这样子。那我就跟另外一个说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去吧。那我们去站哨前呢，当然就是有另外的学长跟我说，你们2个菜鸟站这个地方的弹药库要特别小心。我先警告你，你们自己小心。那我说小心什么？没说吗？我说小心什么？他说故意把这个悬疑拉满了。就说为什么要小心？然后他就说你们反正就去吧，去站吧，你们去了就知道了。然后呢，反正我们是菜鸟嘛，也没得选择嘛。那时候是冬天，很冷。我们就穿着那个大棉袍，军用的大棉袍，然后呢就带着钢盔，然后拿着枪，我们就去站弹药库了。弹药库基本上是这样的地方，就是它是属于比较禁地的地方，因为弹药嘛，对，当然一定要严守，一定要防守严密。另外就是呢，它常常会有意外事故发生，但是我们没有想那么多，我跟那个弟兄就去了，然后我站东门，他站西门。东门的旁边有一棵大树，然后我就在那边站着，他站的是西门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彼此。我们那时候很冷哦，冬天风很大，我们站着，我就觉得可能站太久，我觉得肩膀很酸痛，然后风很大，风一直吹着我那个钢盔的那个带那个带子，一直吹着我，这样弄得我的脸也很不舒服，然后我觉得肩膀越来越沉，越来越重，我觉得很不舒服。那我就看着西门的那个弟兄，他很奇怪，他是这样子，突然瞥着我看一下，他又突然不看，然后很紧张，然后感觉很忐忑不安。然后过了没有几分钟，他又看了我一下，然后又回过头，然后那个眼神越来越害怕，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我也觉得没什么。然后呢，他就这10几分钟一直不断的看着我，然后又不敢看着我又不敢看，我就觉得好奇怪。那我们又不能移动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就觉得肩膀酸痛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那个枪也觉得越来越重的感觉。他就一直回头看着我，又不看，然后他很紧张，感觉得出来他很不安。然后后来他再看一下，他就昏倒了。突然昏倒，他自己这样倒下去了。倒了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怎么回事啊？赶快我就去把他扶起来，然后赶快叫那个安全士官来处理一下。那后来大家就给他就是拍一拍，把他弄醒，后来就把他送医院了，好像他精神很耗弱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就觉得，我那整个过程就觉得很奇怪。那我们那个站哨的事情就被中断了。那后来呢，我就特别问那个弟兄说，你到底那天怎么了？怎么那么奇怪的举动？他就说那个树上面有一个短绳子，有一个很短的绳子。短的绳子是吗？然后他就看着那个绳子晃得蛮厉害的，注视着。他再看看我，他吓一跳，他发现有个人跨在我的肩膀上面。哎呦，真的吗？他的，因为他本来看着是那个树上的短绳一直晃，晃得非常激烈。他后来再看我，他已经发现有个人，跨在阿兵哥男的跨在我的肩膀上面，他也在晃，他的手是拉着那个绳子，那个绳子就突然拉长了。是一个军人的模样是吗？军人的模样，对，然后他就这样晃在我的肩膀上，然后我就想，我那个时候肩膀真的很痛，很酸痛，而且你说很沉是吗？感觉有东西压着你。然后他就不敢看，所以为什么他头又回去？他又再看我一下，他说那个人的脸凑到我的耳朵，一直对我吹气，吹我的耳朵，然后他看我毫无所感啊，但是他看到那个人在吹气，然后舌头吐得很长，是吗？一直舔我的耳朵，然后我那时候就难怪我的那个钢盔的带子一直在，然后耳朵很痒，然后就觉得很冷那样的感觉，然后他就这样子，然后他在看，他说他那个人
那个阿兵那个人手又拉着我的枪一直晃，对，我那时候也一直以为是风，所以就是一直晃一直晃，他一直看，然后他后来为什么昏倒？因为他发现那个鱼画在我肩上的那个人看到了他，然后他看到他头又回过去，对不对？他在看的时候，那个人也不在我的肩膀上了，那个人正走向他，他直接崩溃，他昏倒。后来我们去问学长，他说为什么让你们站那边？因为他们不敢站那边。因为以前有一个 Paul 就是我们所谓的辅导长，我们都叫他 Paul。以前有个 Paul 在那边，因为感情的事情上吊在那棵树上面，然后那个短绳就是人家后来把它解下来的时候剪断，那边有个短绳在那边晃，所以他说为什么不敢让他们为什么不敢站那边？因为就是有一个 Paul 死在那里。然后那弹药库又是这个军营阴气最盛的地方，所以他们都不敢去站那个地方。然后我听到之后我也觉得很恐怖。然后是你的弟兄之前有听过这个故事吗？也有可能因为是凌晨2点4点，我们菜鸟因为才来没多久都不晓得，所以其实很多弟兄他们是不愿意站的。所以那个地方都基本上是让菜鸟站，那基本上会让老兵站，就是那个排哨的那个士官长对那个老兵不高兴不爽。因为我以为那么晚了，他们可能会产生幻觉，凌晨2点4点很困，想到这个故事。在军营里面那种鬼故事的事情特别多，像我们常常在这个我们睡觉的床位就是无缘无故会空一个床，然后那个班长也叫你说这个床是没有人睡的，你也不能去睡，那就是可能有人死在上面过，所以会有一些床位空着，就是你不能够去睡。那如果我曾经听过有的弟兄去睡在那里之后，有被附身的。他们为什么会死在这个床上？就是其实因为你当兵非常的操，尤其气温很炎热的时候，有时候你热衰竭了，你不晓得。对，像我们中暑对吗？对，中暑而亡的很多。像我那时候有个亲身经历，就是说我们有一天就是因为过一阵子要做这个实战操演，所以那阵子的训练特别的强度特别的高，所以我们那时候白天操得很辛苦。那晚上我们会有7点半到8点，我们会有一段看新闻的时间，因为军也要去吸收一些社会的一些新的讯息嘛。我们那时候正看的时候，就突然听到哐一声很大声，直接有个弟兄是看新闻的时候直接失去知觉，然后就整个头撞在桌上，直接热衰竭死亡，送医之后不治，直接送医之后不治，他自己都不晓得自己热衰竭了，他就是死撑着，结果直接失去知觉，头撞到桌上，直接挂掉，直接往生。对，所以这种事情是会发生，你会遇到这次。对。那我想问一下李灿老师，刚才你听了这个站哨的这个鬼故事，那你的感觉是什么？你是相信鬼神的吗？就是一开始理查老师在描述的时候，我想，哇，你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？连肩膀上你怎么重量，还有这个地方，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呢？对啊，很多细节很生动，很多细节，所以说你忘不了的，忘不了。其实我这个人其实也有一点点，我像理查老师我一样，我不迷信，但是我也有点就敬畏，就甚至害怕这种有点神秘的东西。你比如说家里头夜晚的时候灯不开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月光照进来，有点白沁沁的那种状态，要半夜起来尿的时候，就突然一看到，整个人会突然心慌一下，毛起来了，毛起来。对，以前在乡下住的时候，这种感觉特别明显。在乡下住的时候会害怕这些东西。那笨老师你？我还好，我是完全，我听了这个故事，我觉得很生动，然后听的那一刻我觉得很害怕，但是听完之后我又觉得还好，不相信，我看你不相信，我就是无神主义者，就是不太相信鬼神。但是那个弟兄描述，我也觉得说，我喜欢听这个故事，的确我也能带入到那个场景里面。我的确觉得那时候肩膀很酸痛，这倒是真的。对，有点可怕。然后像我们这个基本上当兵的时候啊，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停水，因为夏天的时候，有时候台湾会缺水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呢，会常常遇到一些民生缺水的问题。那缺水的话，阿兵哥一定要优先停水，因为我们要以民生用水为要，所以
军营会事先停水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停水会有几个问题，第一个不能洗澡嘛，所以我曾经有长达3个星期都没洗澡。停了这么久的水吗？停了1个多月的水。那你们饮水怎么办？就是到河里去？饮水要去外面接进来。对，饮水是不能缺的，饮水一定要有。但是每天训练，大家都大汗淋漓的，就是那个味道应该很重。所以我有一次，我跟我的学长，我们已经3个礼拜没有洗澡了，臭到，我们会臭醒，把自己臭醒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到隔壁的弟兄说：“哦，是谁啊？那么臭，臭到不行，怎么睡啊？那么臭啊！你是几天没洗澡？”然后他想，哎，对，大家都没洗澡。还有就是上厕所的问题，对啊，对，没法冲水哈，没有水嘛。那我们在军营都是那种蹲式马桶，那你没有水，你还是得上大号啊，你还是要大便啊。而且下面已经堆积起来了吧？感觉这期视频是一个有气味的视频，对，有气味，味道蛮浓的。然后呢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厕所的时候，我就打开第一间蹲式马桶，哇！那个上面已经是那个大便一直堆积到，在受到地心引力的吸引之后，大下去大概10分钟就平了，就感觉像一个很精致的布丁一样。然后我就打开第2间更精致而且更高的布丁。然后呢，我们很重口味的，我只能挑一个比较浅的布丁去上这样子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没有水，没办法，那都每一间都是大便布丁这样子，很恐怖。对，所以你们那边是那种坑的，2个星期的那种，真是想想很恐怖，因为又是一堆臭男人，所以那个卫生习惯更差。然后呢，衣服又没法洗，所以那个衣服、身体，然后厕所，那真的是脏到不行。所以当水恢复之后呢，这个班长叫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把厕所洗好。我们洗好之后，那个班长还会用手指头去挖那个小便斗，或者是挖那个马桶，看你有没有清好。他真的是这样挖，他是这样。可以吗？你觉得可以吗？再去洗，然后我们就再洗一遍。他是这样挖，那我们就是听话嘛，就赶快把它洗干净这样子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民生用水算是蛮大的考验了，因为没有水真的是。然后我们阿 P 哥要事先承担老百姓的用水是最重要的。对啊。那理查老师，你刚才说了一些在军营的比较艰苦的条件，还有一些不太好的经历。那有没有什么比较让你觉得特别难忘、特别让你觉得高兴的经历呢？我觉得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，当兵也是这样子。我觉得在当兵最好的事情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是文书兵嘛。那一方面我也有比较多的个人时间可以去学一些东西，所以像我学习一些，像我现在用的输入法是叫无虾米输入法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的。什么？无虾米输入，你们可能没听过。这是一种很快的输入法。就是它是跟那个注音有关系吗？跟台湾的跟注音没关系，跟仓颉比较像，对，我在当兵的时候学了新的输入法，然后我也学了很多一些程式语言。空闲的时候，所以我就当兵的时候，我觉得如果你安排自己的时间，我也读了不少书，所以我觉得在当兵的时候，你如果把心静下来，你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。然后呢，当兵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遇见很多跟你生活阶层不同的人。因为像我那时候算是大学毕业嘛，那有很多弟兄他是没有读过书的，有一些弟兄已经是当人的爸爸了，有一些弟兄他可能是类似大老板阶层的人，所以你在当兵的时候，你会遇到很多不同阶层的人。然后有时候我们闲聊的时候会发现，就是说，其实每个不同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跟他们的生活的有趣的地方。所以我觉得当兵更好的一个点就是说，你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接触、交流、沟通，然后你会获得更多的人生知识。你也会觉得很有趣，而且你们是在一起生活，你们是不得已被凑在一块儿，这样的经验，我觉得除了当兵之外，你不会有其他的可能。对，我觉得真的就是集体生活还挺有意思的。我们其实上大学是有宿舍啊，就能全国各地来的人，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，
现在反倒就是在一个地方工作，特别像我们成天在家里接触人更少。我还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呢，曾经有一个完全没有读过书的，他已经是爸爸，然后我那时候当兵我就觉得很苦闷，因为就是感觉当兵很辛苦，又觉得学不到什么东西，又觉得有点无聊。他却坐下来说：“哎呀，你想想看，我是个爸爸，我还要去思念我的太太，牵挂我的小孩。你看你孑然一身，毫无牵挂。”你就应该要满足了。那有时候我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，有时候听到他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提点，这也是他的生活经历。你一听，你就会觉得，好像豁然开朗，的确是这样，何必想那么多？你就会觉得开心很多。讲到这个爸爸就很好玩，因为他是睡在我隔壁铺，睡在我旁边。有一年冬天晚上，我们就在睡觉嘛，他突然说：“不要弄我啦，很痛你干嘛弄我？”我想奇怪，他为什么突然讲这句话？然后呢，我想他可能做噩梦吧，也没有去理他。你不要再弄了，生气啦，很生气啦。我想说他的梦话也太长了吧。后来他就突然起身，我也被吓醒，我也起身。然后我一看他的脸，我被吓到了，因为我们是个鬼故事吗？不是鬼故事。对，就是我们睡觉都有蚊帐嘛，都要挂蚊帐的。我就把蚊帐掀开来，看到他满脸都是血。然后呢？怎么了？这里挂着一只蛇。蛇是吗？蛇挂在这里。真的哇！吓死了。那蛇把它咬了，都是粗的那种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说过新竹是封城，冷得要命，动物都觉得冷，所以那个蛇就是窝在它的被窝里面，然后呢，取暖。就钻进去之后取暖，缠着他的头，然后就可能他惊动他了，他就被咬了。那我们晚上也搞不清楚是毒蛇还是一般的蛇，赶快送他去医院。那时候凌晨4点，对，送去医院，还好是没有毒的蛇。但是他一起来，那个满脸的血，那个蛇不知道咬了几口了，那这边都是满脸都是血。但没有感觉，他就是有感觉，他才说他在说梦话啊，他在说梦话，说不要弄我，很痛，我生气了啊。一看原来是蛇缠着我们，那时候还有老鼠的，有被老鼠咬的，然后有被蛇咬的，很多。可蛇是怎么进去的？那个可以钻，你只是把蚊帐给捏进去床铺里面，对啊，还是钻得进去的。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有弟兄那个割包皮，包皮，我觉得同学们都不知道是这个词吧？这个可以查一下，有字幕啊。对，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说，有个弟兄请了2天假，然后我们都不晓得他请了什么假。那后来呢，他回来了，就一拐一拐的回来，然后我们也没有问什么，大家都太累了，太忙了，没有问。那后来隔天操练的时候，起床号然后大家赶快起来整装什么，你就看他在那边一直躺在床上起不来，然后他才说，我起不来，赶快拉我一下，然后。我们拉他，你怎么这样？昨天回来就怪怪。他很不好意思说，他说，我这2天去割包皮啦，我起不来，很诚实。然后我们就很开心，为什么我们很开心？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割包皮还回来受训的，他实在太敬业了。然后我们就说，我们把他拉起来之后，我们就说，等一下出完操我们要看哦，我们都觉得很新奇，所以我们出操完之后，我们就把他拉到厕所去。哇，10几个人围在那边，赶快脱吧！我们就看他割包皮是什么状态。所以那时候对割包皮的印象特别深刻。后来排长知道他有这个状况，就让他休息几天。对，因为你割完包皮没有办法出操。这个不是他的策略是吗？他割包皮之后有一个借口可以逃避训练，也是他的策略啊，也是他的策略。对啊，因为文书兵已经被理查老师抢走了，所以没有别的借口。另辟蹊径了是吧？对啊，很有创意。所以这很好玩了。其实我觉得当兵，你如果跟台湾的男人聊当兵，如果这个男生有当过兵，那3天3夜都聊不完，太多故事了。但是现在我觉得慢慢的这个台湾男生这个回忆已经慢慢没有了，因为随着这个兵役的缩短，然后慢慢随着募兵制的实施，其实越来越少男生有当兵的这个机会了。当1年以上的兵役的机会已经很少了，而且可是这4个月很不一样吗？你会觉得更轻松吗？跟以前比？基本上4个月就像那个
就像我们中文我们台语说问导游，就酱油沾一下而已啦，就是蜻蜓点水而已啦。这个根本就是学不到什么了。我觉得当兵你至少也要1年以上，你才学得到。因为我们在当兵也要学习怎么肢解枪支，怎么组装枪支，打靶。像我们每个月都要打靶一次，在当兵的时候，每个月打靶，然后每个月要做4次的野战训练，就是他会带你去野战场，然后做一些野战的基本训练，然后你就要穿着野战装，然后插着那个，所以像这些东西，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年轻男生都没有办法体验到了。他们现在4个月基本上就有点像上下班而已吧。对啊，就是还可以回家住。对，有的替代役是可以回去的，就好像上下班。那4个月，说实话，也通常是一些基本的训练，比如说是礼仪训练，或者是基本的礼正少戏之类的，都没有比较深入的军事训练了。还有就是说，现在在这个军队的规定上也趋向比较松了，比如说温度在32度以上是不能够外出出操的。对，然后呢，就是他很松散，人性化一些了，他怕你受伤，他怕你，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在体能上也没那么好，怕他出事情，所以在规定上也松散很多。难怪我会看到一些之前看到一些新闻，就说台湾那边那些当兵的可能都是些年轻人，他们可能就稍微热一些就受不了，就不出操了。对，确实是因为这个。对，可能甚至是之前我们也发生过，有可能阿兵哥被操死了，然后我们就去抗议，游行抗议。啊，对，那我记得有一次示威抗议是20万人，我们这个叫洪仲丘事件，阿兵哥被操死了，所有的人非常愤慨，所以就到总统府前面去抗议，对，抗议20万人，对啊，哇，所以这个那是什么时候？是什么时候？几年前了，好几年前的事情，好几年前哈，蛮久了，可能快10年了吧。就马英九他们在的时候，对，马英九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特别为这件事情，所以一些兵役制度也在改变。那李灿老师，你听到这么多当兵的故事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有什么感想吗？听完有没有很想来当兵？不想当兵，不想当兵。不是，其实我觉得，其实咱们大陆这年轻一代也从小就基本上就是温室里长大的孩子了，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，被保护得很好，所以也就是比较保养比较金贵一些。其实那会儿李涛老师说这个，就是台湾这些士兵就连温度高一些都受不了什么。其实换了，要是咱们一般的人去当兵也是一样，体能肯定也不行，精神状态也不行。所以大家还是希望这个和平能更持久一些吧。你像李涛老师他们年轻时候当兵，其实那会儿是有实战的需求的，当时两个比较紧张嘛。而且那时候要求也比较矜持一点。你像跑步，如果体能不行的话，班长在后面踢你屁股的，没有跑，强迫你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以前那个时代是比较辛苦，比较矜持。那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觉得还是和平为要了。那最后我会问你们2个一人一个问题，我们就做一个结尾。那先问理查老师，如果你可以再回到过去，你可以选择当兵或者不当兵，不是强制性的，你还会再选一次当兵吗？会重复一下这样的体验吗？我绝对会选择要当兵，但是我要选择不同的兵种。我可能想去当金马奖我会想体验外岛当兵。我真的以前很抗拒，我现在会觉得我想去金门或马祖当兵，应该会蛮享受的，在岛上，而且会很有意思。不管辛苦不辛苦，我觉得那不重要，就是你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。然后或者当海军空军，我觉得也很棒。就是如果能够回到从前，我肯定会选择要再当兵，但是我会选择一条不同的当兵的兵种。对，那一定很有意思。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年纪会希望人生创造出不同的回忆。那对于李灿老师，因为我们知道李灿老师有儿子，对吧？那李灿老师，你会想，因为也是独生子，你会想让孩子去军营接受一些训练吗？不会的，不会啊，断然的拒绝了，不会。为什么？我还是觉得其实这个本来也不是一个必选项嘛。你要去锻炼身体啊，或者是锻炼意志啊，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实现。对，你要磨练他意志等等，其实到社会上，我觉得现在年轻人，中国年轻人压力也挺大的。
你要是能把那个扛下来，未必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当兵的方式去实现它。对，关键还是看他自己，比如说他自己当那个状态下，他有这个意愿，那肯定不会拦着他。当然也可以，比如说选择军校出来之后可以当军官，那不一样嘛，不是纯粹只是去当兵去体验一下而已，那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所以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儿子想要考军校，想去过军旅生活，你是可以支持他的。我是可以支持的。那你老婆呢？你觉得你老婆也会支持他吗？我们应该都会尊重他的选择吧。要不要做一集来问你的老婆？对啊，未来的嘉宾。好，那听完2位老师答案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了尾声了。然后今天我觉得我跟灿大叔很过瘾，因为这个是离我们生活很远的一个经历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对我来说，个人来说真的很好玩。而且各位同学，鬼故事那个鬼故事，对，我觉得鬼故事未来我们应该拿出来单讲。鬼故事我遇到，虽然我不信，我遇到的可多着了。还有各位同学，如果你们也有当兵的经验，请你留言在下面分享一下，让我们知道在你的国家当不当兵，你有没有一些当兵的体验，当兵好不好玩，你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哦。还有你觉得理查老师的哪个故事很有意思，你想要评论一下，也欢迎大家写下来。那大家说再见了，各位我们大叔中文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周4跟大家见面，拜拜。再见。